原本平静的城市突然塌陷，紧接着出现一个越来越大的裂缝，所有人都在疯狂逃窜。奔跑中的乔治看见一个女孩倒在地上，出于好心将女孩扶起交给了他的母亲，但自己却被混乱的人群推倒在地。跑在前面的母亲发现后立即回头帮忙，可等乔治站起来时，裂缝已经蔓延到他脚下，丽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掉下去。而此时裂缝再次加速蔓延，等他想要逃跑时已经来不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女儿玛丽赶到将他抓住，但他根本承受不住母亲的重量。看着还在塌陷的地面，丽娜不想将女儿拖下水，于是挣脱她的手，让她快点逃跑，自己则掉进了这个无底深渊。当一切平静下来后，城市中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天坑。另一边的大山接到女儿的电话，立即赶到现场。就在他安慰着惊吓过度的女儿时，身后的天坑里突然飞出一群巨型鸟类，而这种鸟早在史前就已经灭绝了。看着这些巨鸟，大山异常震惊，因为这些鸟类曾经毫无征兆地出现过在他脑海。更加诡异的是，掉入深渊的丽娜并没有死。当她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，周围的一切就像是史前的原始森林，并且在她身后的天空上，一道诡异的巨大裂缝清晰可见。回过神的丽娜想起了儿子，想要拿出手机联系他，可手机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信号。就在她不知所措时，发现身后有一块奇怪的石头，但此时她来不及多想，急忙转身去寻找分散的乔治，并没有留意到自己的戒指遗落在身后的石头旁。丽娜经过不断的搜寻，发现丛林中的一道滚滚浓烟，跟随浓烟跑过去，才发现大部分掉进天坑的人都没有死，幸运生还下来的人们也都在寻找自己的亲友。不远处的乔治听到呼喊的母亲迅速奔来，两人在这一刻终于团聚。母子两人找到其他人询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很明显并没有人能回答出这个问题。此时眼看马上就要天黑，有人提议当务之急应该动员所有人搜寻有用的物资，尽量在天黑之前设置好庇护所。没有人知道在这诡异的地方会发生怎样的危险。一阵商议后，大家立即分组前往寻找物资。而就在乔治母子查找完一辆汽车时，一只远古黑狼已经龇牙咧嘴地盯上了他们。看着对自己龇牙咧嘴的巨狼，丽娜两人立即拼命往营地里跑去。可巨狼远不止一只，一个男人为了保护自己女儿，直接捡起木棍跟巨狼搏斗，但狼的体型几乎比成人还大，男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已经逃回车上的女儿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扑倒，然后便被巨狼叼起拖进了林子里。另一边的丽娜两人此时也没能逃脱这只巨狼的追击，好在关键时刻后面的老黑及时出手，直接一枪结果这只恶狼。但乔治被抓了一道很深的掌印，为了避免再次被袭击，众人将他抬进了一辆巴士里。老白检查后发现他的伤势严重，需要尽快找到医疗箱帮他缝合伤口。好在附近就有一辆同时掉下的救护车，乔治及时得到了救治。与此同时，城中的天坑已经被军方包围，军方声称这次事件只是一次自然灾害，他们无法证实塌陷到底有多深，受害者在这种高度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，因此官方没有打算要展开搜救。但大山并不相信官方的说辞，他的脑海中再次出现了深坑里的画面。他找到负责人黑妹，将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了他们，但显然没人会相信他的说辞，只是以为他因为失去亲人悲伤过度出现的幻觉。无奈之下，大山只好回到家里，根据脑海里的画面翻找似曾相识的照片。随后他拿着一张照片找到了那块石头，但一番查找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。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，竟然真的被他找到了丽娜携带的那枚戒指。于是大山再次找到黑妹，经过他们对戒指碳素的测定，竟然检测出了在公元1万年前才有的物质，并且官方在一个沙漠里早就遇到过同样的塌陷事件，只是被封锁了，消息无人知晓。如今有了这项铁证的支持，黑妹决定派人下去营救被困的人群，而他们早就研发了一款专门为了飞进天坑设计的飞机。掉入坑内的人们正在集中分发食物，一个眼镜男对分配的食物感到不满。就在几人为此激烈争执时，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吼声，一只早已灭绝的史前地懒朝着人群缓缓走来。上一秒还在抢夺食物的众人被吓得四散奔逃，但好在这种动物并没有攻击性，它只是将人们收集的食物吃了个干干净净，然后心满意足地走进了森林里。他们已经掉进天坑半个月，如今仅剩的食物也被地懒造完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即将告急的食物，否则大家很快就会饿死在这里，更别提回家了。于是众人只能冒险进入森林寻找食物。丽奈跟老黑制作了一个能捕捉小动物的陷阱，很快便被他们抓到一只野兔。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身后一只巨熊正对着他们虎视眈眈。丽娜见状立即放走了手里的野兔，想要让它吸引狗熊的注意。见狗熊上当了，两人随即脚底抹油拼命开溜。感觉智商受到侮辱的熊大爷立即追了上去，因为导演不让主角死，所以两人在山腰上找到一个山洞。就在狗熊即将抓到丽娜时，险之又险的逃过一劫。随后两人在山洞的另一头跟2名队友相遇。由于森林里有太多未知的危险，他们也不敢在这里久留，但如果没有找到食物也坚持不了多久。就在几人一筹莫展时，丽娜发现一棵树上长满了大量的香菇，虽然没有油盐，味道不太好，但起码能临时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。随后几人采摘到足够的蘑菇便回到了营地。与此同时，
大山这边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，他向黑妹推荐自己的战友李维驾驶飞机前往天坑救援。等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李维驾驶着飞机朝着天坑飞了下去。但飞机刚进入不久就被干扰了信号，跟上方失去联系。紧接着，驾驶员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，很快引擎也开始着火，发生爆炸。与此同时，天坑内的人突然听见一声巨响，这架飞机穿过绿色裂缝，从里面迅速掉落，不知去向。天亮后，丽娜等人决定组队寻找失事的飞机。虽然路上有很多未知的远古生物，但这是他们目前逃出天坑唯一的希望。他们跟随着浓烟找到了一个降落伞，可并没有看见飞行员在上面。难道他已经被这里的生物吃掉了吗？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，旁边突然传来野兽的咆哮和几声枪响，随后一个男人从森林里钻出，正是飞机的驾驶员李维。李维说自己是被派下来营救他们，可所有人听到后面的话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飞机的引擎已经损坏，能不能再次起飞都还是个问题。但如果能找到飞机，李维或许可以将它修好。于是他们决定先一起去寻找飞机。就在众人渡过眼前的一道河流时，走在后面的莱利突然发现了不对。There's something in the water. 眨眼间，莱利就被拖出数十米远。李维见状，立即掏枪潜入水中。随着几声沉闷的枪声响起，李维这才抱着莱利浮出水面，而他们身后也被染成一大片红色。虚惊一场后，众人很快便找到了坠落的飞机。虽然飞机里的电脑和电子系统都能使用，但右侧的一个引擎却已经损毁。如今在史前10000年也不可能找到能维修的零件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飞机上带有一些军用口粮，能让营地里食物短缺的人们坚持一段时间。而就在李维回到飞机收拾东西时，突然发现飞机的雷达竟然侦测到一个信号，并且信号离他们只有5公里左右。要知道这里可是史前10000年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现代化的科技信号？当他们跟随信号一路赶到目的地时，却再一次发现让人颠覆认知的东西，这里竟然有一个原始部落的村寨。可这个时期的人类根本不可能造出这样的建筑，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眼下众人也管不了那么多，雷达探测到的信号就是来自这里，他们只能冒着未知的危险踏进了这个神秘的地域。大家开始分组寻找信号源。丽奈两人进入了一个有着怪异符号的房子，进去后发现一具现代人的尸体。李维拿出一张照片跟此人进行对比，发现他正是照片里的其中之一。原来他要救的不仅是坠落拉布雷亚天坑的人，在3年前的莫哈维沙漠曾经出现过另一个天坑，军方派遣了一支探索小组下来，但他们一直没有回去。而这个男人正是其中的一位科学家。李维发现在他身边有一个远程对讲机，飞机接收到的信号无疑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丽娜这时看见旁边有一堆刚刚熄灭的火堆，也就是说这里还有其他人类存在。两人立即来到外面的一个瞭望塔，想要找到其他人。就在丽娜准备告诉乔治两人赶紧离开时，外出狩猎的一群部落居民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。 Run! Go! Go! 以为两人想要从大门出去，却被部落的居民堵了个正着，他们只好再次往部落里面逃跑，随后胡乱跑进了一个屋子里躲避。 Hello? The intruders. Have you seen them? We haven't seen anyone. It's okay, they're gone. 丽娜完全没想到原始部落的孩子竟然会说英语，并且男孩还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从天上的绿光里下来的，因为爷爷跟男孩说起过他们。 Hey, my son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wall, and I need to get to him. Is there another way out? Yes. 小男孩带着两人找到一个墙上的暗门，此时其他4人也刚好找到了这里，但就在几人即将全部逃走时，部落的居民却已经赶了过来，眼看自己就要命丧于此，一个部落的女首领却突然叫村民停手放走他们。丽娜来不及多想，跟小男孩道谢后便走出了寨子。随后众人顺利回到了营地，虽然目前大家还是无法回家，李维的到来说明绿色裂缝可以通过，给了人们希望，但就在他们刚刚看到希望时，一个消息却让大家再次陷入绝望。他们发现连接2个世界的绿色裂缝正在开始变窄，斯科特推算出大概在20个小时这道裂缝就会完全闭合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被永远困在这个地方。女人在史前10000年给她自己丈夫写了一封信，然后装在玻璃瓶埋进了脚下的泥土里。而远在洛杉矶一个考古现场的丈夫竟然真的挖到了她写的信，同时李维也在用从科学家那里捡来的对讲机进行呼叫，但却一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就在他们即将陷入绝望时，对讲机里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而她正是跟科学家一起进入莫哈维沙漠天坑考察的戴安娜。天亮后，李维跟丽娜两人根据戴安娜给出的坐标，很快便找到了她，但李维很是疑惑。为什么他能从远在沙漠的天坑来到洛杉矶？原来他们也是发现进来的裂缝关闭了，所以想要另外寻找出路。但在海上遭遇了风暴，漂流到了这个海滩上，其他人都已经不幸遇难，
李维的飞机坠落时刚好被他和科学家看见，于是科学家便独自一人去寻找，最后死在了原始部落。现在的好消息是，戴安娜损坏的飞机上刚好有李维需要的零件，而此时洛杉矶的考古现场竟然挖掘出了李维的那架飞机，并且在飞机的周围还有很多尸体。大山猜测出李维一定是想修好飞机尝试回来，但在过程中发生了意外，所以他们才能在这里挖到残骸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马上通知下面的人，一定不能让飞机起飞。同时，李维跟戴安娜已经将飞机修好，他们正在通知营地的人们这个好消息。就在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时，绿色裂缝里突然下来一架无人机，众人找到飞机后打开了机箱，上面传来的却是大山录制的视频。 I know the portal between our two worlds is closing, and I know you're trying to fix Levi's plane to get home, but it won't work. We found the wreckage from Levi's plane. There's no way. I don't know what went wrong. I just know you won't make it. I need you to promise me, no matter what, you won't let that plane take off. 同时，大山等人也来到了凯利的机场，因为凯利也是莫哈维天坑的探险队之一，他们一直在研究跟天坑有关的事情。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架飞机，打算跟大山一起下去。但就在他们驾驶飞机准备进入天坑时，却遭到了军方战斗机的拦截。因为之前李维的飞机进入天坑不久后，城市就莫名出现过强烈的地震，再次进入可能会给整座城市带来灾难。所以，如果他们要强行闯入天坑，军方的战斗机便会将他们击落。眼看飞机已经无法穿越裂缝，凯利决定独自一人跳进天坑，在临走时还给大山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。What about my family? There's another way to save them.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, Gavin. November 16th, 1988. Remember that date? All flights! All flights! 掉进冰河世纪的众人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风暴，好在乔治两人找到一辆装满服装的卡车，这里足够让大家临时躲避来袭的风暴。但风暴过后，他们的食物却被全部破坏。在救援到达之前，食物的短缺再次成为了最大的难题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在林中呼喊大家。莉莉看到有陌生人在周围监视他们，所有人急忙分头追寻。李维跟丽娜找到后，发现竟然是救过他们的男孩。丽娜见他摔伤，便将他带回了营地，帮他包扎伤口。营地里的人都觉得他来这里别有目的。虽然男孩曾经救过他们，但他的爷爷确实对外来者有很大的敌意。丽娜却觉得或许这可能会是个转机。眼下营地的资源都被风暴席卷一空，她建议把小男孩护送回部落以示友好，然后尝试向部落寻求生存方式。随后他们立即驱车护送男孩返回部落。男孩在车上告诉他们自己叫赛亚，在众人刚掉进天坑那天就已经看见过大家，来到营地也不是为了打探消息，只是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受伤。将赛亚送回部落后，部落首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，也同意传授生存之道，并且送了一部分植物种子给他们。而就在这时，部落突然吹响警报，一名族人慌张跑来说有个神秘的女人将赛亚抢走了。所有人立即来到外面分头寻找赛亚。塞拉斯凭借多年的经验，很快便追踪到了女人。抓走赛亚的女人竟然是跳进天坑的凯莉，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，塞拉斯居然认识凯莉。Hello, Rebecca. Let him go. 等丽娜两人赶到时，发现这里只有一个人。李维立即让他们带着凯莉回到部落帮他治疗，因为他认出凯莉就是当年莫哈维沙漠团队人员之一。同时，大山这边根据凯莉给的线索，也找到一个叫做艾拉的女人，但来到她家里却没有找到任何人。一番搜索后，竟然在后院发现一个曾经的天坑。来到天坑面前，大山的脑中再次出现幻想。Grandpa, she said my name wasn't Isaiah. 大山这才明白，原来赛亚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自己，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他的脑海中会不断出现天坑内的画面。此时的凯莉也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丽娜，得知赛亚就是自己丈夫的丽娜也一脸懵逼。凯莉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赛亚，并且在明天日落之前把他送到最高的山峰，趁传送门关闭前让他穿过绿光回到1988年，否则丽娜跟大山就不会相遇，并且儿子和女儿将会生病直至死亡。听完后，所有人开始动身寻找赛亚。乔治独自一人驱车找到了男孩，但此时他已经被一只剑齿虎盯上。好在乔治及时赶到，撞开了剑齿虎。旁边的李维两人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，在帮赛亚检查伤口时，母子俩发现他手上的伤疤竟然和大山的一模一样，这也让他们坚信男孩就是大山的事实。但让塞拉离开这里走进裂缝，丽娜又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便告诉了他这一切的真相。
意外的是，赛亚竟然愿意为此做出牺牲。就在众人即将渡过一个吊桥时，塞拉斯带人找了过来。李维见状，当机立断砍断了绳索。塞拉斯威胁丽娜带着赛亚到另一边交换两人，否则就别想再见到他们。丽娜只好将赛亚藏起来，独自一人跟他们谈判。但不巧的是，却被塞拉斯的手下发现了赛亚。没有了筹码的丽娜被绑了起来。好在老黑带着营地里的其他人及时赶到，一群人将塞拉斯的手下逐个击破，救出了警。这时乔治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症状，也就是说他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。一番商议后，众人让丽娜三人前往山顶，其他人则去追击塞拉斯。然而就当他们即将抵达山顶时，乔治再次病发。远在洛杉矶的大山也找到了刚刚出现的新天坑，此时玛丽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。为了能把赛亚及时送到山顶，丽娜只能留下乔治先在这里等待。可就在两人拼命往山顶跑去时，塞拉斯突然从身后冲出，抓住了赛亚，然后拉着他便往山下走去。这时老黑突然赶到，制止了塞拉斯，并让丽娜带着赛亚赶紧上去山顶。 I'm sorry, Grandpa. I have to do this. I have to save Josh. 当两人到达山顶，赛亚跟丽娜恋恋不舍的道别后，直接进入了绿光中。就在他踏入绿光的一瞬间，另一边玛丽身上的症状立马消失不见。大山决定跳进天坑寻找妻子，跟他们团聚。拉布雷亚第一季到此也全部结束。在剧中的凯莉和塞拉斯身上留下了很多伏笔，导演对此也留下了很多悬念。想要解开秘密，也只能等待第二季的到来。